本期内容主要更新了一周内关于 Pi Network 最新消息，普及关于 Pi Network 的基本认知，提出对于国内社群的担忧，扭转以往所谓的炒币思维。在过去的一周时间内，关于 Pi Network 消息可以说是不间断的袭来。第一，创始人之一 Vincent 推特发文离开项目，而项目方也进行了确认。范博士也在中文社区中与派友进行互动。第二，节点版本连续更新至 0.4.2 版本，开放共识容器，节点从1000增加至2000，派钱包进行测试。第三 ，APP 内更新语言，中文区界面基本都进行了翻译显示，同时更新确认了每年2月份的第一个周五，并为 Pi Network 社区管理人员的节日。以上即最新一周消息汇总，消息公示完毕。接下来讲讲本次的主要内容。派愿景的实现需要几个关键因素。第一，派币分布足够广泛，参与人数足够众多，人人都能参与，并且零成本，真正做到普及、汇众、分散。这一条是很多派友最不容易理解的地方，不是吗？此前停产的呼声说币量太多，我们可以这样预估，派上主网前后才是会员井喷式上升的时间，初步估计是8000万至1亿。且1亿后，除了节点挖矿实际上是奖励外，还有挖矿方式吸引会员进场，只不过可能不是目前的手机免费挖矿及改变方式了，可能10亿后停止采矿了，所以这一点做到了，也是项目的基石。第二，真正的去中心化社区治理，派是全球公链独立运营，节点、超级节点参与众多，分布广泛，社区治理也能做到透明、民主、公开。这一条也能做到。虽然说目前派还不是真正的区块链，一旦条件成熟 ，KYC 方案成熟，节点测试完成，钱包测试完成等等，代码开源，将你挖的币映射到主网村，成为真正的区块链，也是水到渠成的事。第三，核心技术，运算处理速度、安全性、扩展性、包容性，这一条我没有去评定。但项目方的履历，斯坦福大学的招牌，特别是尼古拉斯的能力是大家公认的，也是世界顶级的，已经出来的数据，节点数、区块高度、处理速度已经很美丽了，还在动态变化中，所以我不写出具体数据，更是我们当初选择派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派利用现有区块链技术加以重组，再加上一定的创新，让派的核心技术能够完美支撑派的急速运转。目前派测试网的区块链高度，参与节点的数量也给予用户自信。第四，生态建设，生态是派这艘航母的蓝海，是重中之重。项目方也一直在强调生态，也正在构建生态的底层架构，比如头脑风暴，未来全球大量的有志之士、程序设计者、企业、国家、个人、团体、组织会打造出海量的生态应用，包含生活的各个方面层面，汇集经济各个领域公共生态。未来的国家、企业、商家、个人都会积极的参与到这场派生态的建设中来，贡献自己的力量，为派生态赋能。目前很多的易货商城，各个商家支持派支付已经提前打造和布局生态。第五，遵守国际准则，只有合法才能壮大、运行和存在。派不存在多层次营销，不投资，并且每一个矿工都要 CAC 实名认证，派没有任何控股庄家，这些都保证了派未来的合法性、长久性。第六，派币分布足够广泛，没有控股大庄家，派币目前人人都可零成本、零门槛参与，保证了参与人数的众多和广泛。上主网之前严格控制非法私人转账、私人交易，上主网之前销毁作弊、违规的刷子账户，销毁不能实名认证的账户，派独有的锁仓机制，更是杜绝保了上主网以后大资本收割小白所有派币的可能性。以上措施都保证了派币的分散性，不被少数资本、庄家控制，维护了市场的公平公正性。派币的价值交给未来的生态市场来调控。派生态建立在用户基础上，社区建立基础在于共识，共识仅仅是指价格而已，还是包含其他内容。傻苦等主网有能力而不主动出击，是否将一手好牌烂在手里，这些每一个用户需要思考的问题，而非简单跟着领头的走就算了。Pi Network 成功了，也尚未成功。Pi Network 从某些方面来讲已然成功了，项目方在社区建立方面可以说是有了很深的基础，1200万活跃用户对于此项目来讲是很大的助力。接下来就是技术层面的推进，之前的内容也说过，对于区块链项目用户其实是最难的一块。不仅如此，无论是中国、美国、
泰国还是其他国家，当地已经建立了各自大大小小的社群和易货商城，甚至第一批 KYC 用户已经进行了易货支持派生态的建立，这说明在各地已经开始建立各自地区的共识价格。从以上这些来讲，可以说 Pi Network 成功了。从中长远来看，离成功还有段距离。从技术上来说，就是尚未映射主网变成一条真正的公链。另外，社群的建立对于先锋想法和提案的收集、投票方便了许多。但是还有一个问题，生态应用的稀缺，这容易造成赋值的不完善。国内用户作为 APP 第一大用户群，这么大市场就只靠几个易货商城赋值显然不够的。易货商城中的产品能够引导多少流通量呢？生态应用不完备，流通量不高，最终又会让派币走向炒币的老路。项目方可以采取生命周期释放方式延缓，可以采取分批 KYC 分批内转来延缓。延缓的这段时间，生态应用再不多落地，生态价值又如何体现？苦苦等着上主网，然后捞一笔，只有基础币，最多3000多，又能捞多少呢？就对于想要捞一笔的人来说，要想将来到二级市场进行交易，你是否了解各大交易所，又是否了解其中的手续费多寡，是否了解价格的波动与什么相关？价格大跌水，你能拿得住吗？接着刚才的讲，各个地区对于项目落地和生态建立确实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共识价格就算建立起来了吗？很明显没有那么简单，这只是共识价格的起步。现在中国易货价格基本在100元派，美国价格差不多100美元派，那在中东地区又是一个价格，而且还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所以在将来共识价格不是某一国家认同了就是这个价格就行，而是将来根据派生态的建立进程，各个生态应用中体现的价格，各个地区的劳动力成本等等因素来形成。Pi Network 与现有区块链项目的区别，相信很多人成为派友，机缘巧合也好，当做零撸项目也好，最后目标基本都是冲着项目成功 to the moon。 比特币和以太坊可以说是区块链技术的最知名产物，其应用对于日常生活有很大的改变吗？改变不大，大多数人现在也知道了比特币、以太坊，也就当成了一只股票，后悔当年没有抄底。渐渐的，所有人都形成了一个思维，区块链是什么？不就是比特币、以太坊吗？炒币，一日抵一年云云，区块链就这样了。很明显不是这么简单，这是要应用于日常，才能说这是革命性的技术，对于人类发展有推进作用的。现在国家也在发展区块链技术，应用于政体统计、信息等内容，这才是该技术的直接应用，但不够普及，不够让每个人能认知到该技术。而 Pi Network 呢？不要再说是比特币第二了，不要再说什么时候上主网，那就是几万美金了，这给很多用户造成了误解。原来和比特币一样，我挖着吧，坐等，到时候一级市场也好，二级市场也好，转手一卖 OK， 好吧，这样的想法不能说错误，但是究其根源还是邀请人的认知影响了。真要价格合适，对于有经济困难的用户来讲这无所谓，肯定还有许多人经济不困难，思维却还是炒币思维，到时候入袋为安。假如上了交易所之后，开盘就算是高价，你确定有人接盘吗？不要幻想着那么多资金机构等等，理智一点，大家就是散户，机构就是耐心等待你的卖单，不断下压呢，最后落个高开低走，后悔莫及。Pi Network 可以说是一个社会实践项目，意在将区块链技术应用于日常生活，让每个人认知到区块链技术，享受到该技术带来的便捷，和比特币、以太坊可以比较，但要从某一方面进行比较。可以说派的生态包含了比特币本身的应用内容，同时愿景要更宏大。国内社群的担忧。国内社群绝大部分群内内容可以说基本都是各个公众号信息的转发，天马行空的讨论价格，幻想着2021年底上主网交易所之后的价格，各种预定收售派币的等等内容。可以说我看到了中国区社群在走向自毁的方向，都在畅想未来，却不对区块链、通证经济、DeFi 等等内容进行了解。个人呼吁，有了这么多大的社群，大家在一起进行学习，这应该是更高的目标，也更有利于社群的发展。就拿 Pi APP 中的社群来讲，其中英文社区和中文社区中有区别吗？很大的。在此，我们想象一下，将来 Pi Network 映射主网了， KYC 也正常顺利进行了，项目方就是否停产问题或者销毁机制问题进行社区意见征集。有的国家内社群中对于区块链、通证经济学习到位，理解了项目方提出该问题的目的所在，看出了哪些选项对于项目本身有利，该怎么选择。
怎么投票做到了心里有谱了，这对于项目发展才是有好处的，这些人才可以称之为先锋。真的是国外的社群比国内社群精英人士多吗？不是的，肯定有许多懂技术的人在社群中，但是看到群内的状态，想了想还是算了，做好自己就好，说了大家也不一定听啊。当遇到了项目方收集意见时，很多投票根本不具有代表性，甚至一部分投票还要受到所谓的网上专家或者别有用心的机构软文引导，投出不利于项目本身的票数。毕竟世界上也不是派一条公链，大家还是有竞争的。就拿最近在测试的派钱包来说，尼古拉斯对于钱包的愿景仅仅只是对于派币的交易使用吗？或许意在最安全的钱包，通过安全圈的建立，提升账户信用度，将来私钥甚至无需记下来妥善保存，找回钱包也许只是需要安全圈的互相帮助，方便用户，提升了安全性，从其他平台抢夺用户也说得过去。总之，社群环境还是很重要的。Pi Networking 在生态赋值，形成共识，应用于广大人类的日常生活，所以对于用户中有技术背景的、有资金背景的，应该有更深的认识，主动去联系接入派，建立多种多样的生态应用，推动赋值。好了，本期内容就到这里，各位积极点赞、订阅、点亮小铃铛，下期内容更精彩。我是高恩，再见。